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在的西方国家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曾经的他们一旦占据上风，便会步步紧逼，没完没了。但现在变脸速度比翻书还快。前脚咱们刚刚宣布对稀土相关产品实施出口管制，后脚美国副总统万斯便站出来释放缓和信号，说愿意与我们理性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也在采访中放出软话，明确表示美国目前没有必要打贸易战。就连前段时间大张旗鼓要对我们提高关税的墨西哥，也突然偃旗息鼓，宣布暂停相关提案。不得不说，咱们的这一波操作让不少人见识到了中国王牌的威力。这时候可能有人会担心，开局就亮王牌，万一到了后面我们无牌可打怎么办？其实这个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这是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口号。面对对手的戏剧型的表演人格和他们话语体系中的左右摇摆，有一个议题从始至终的在我们的回应中出现：稀土。这17种元素的统称早已从统计报表的某个分类站到了大国博弈的舞台中央。但关于它的历史，实际上并不像流量爽文那样简单。大家好，我是微笑。稀土的内容你们肯定看过不少，但我的角度略有不同。我们确实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储备国和出口国。当今稀土的博弈，表面上确实很像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禁运，但从1927年至今，中国稀土从被轻视的存在，到如今成为维护秩序与公平的重要砝码。100年岁月，它早已完成了自身的多次进化，而在这过程中，是几代人的迷茫与奋斗，是两个世界的差异与选择，也是那条如大浪淘沙、历经多次洗礼后才慢慢明朗的道路。要了解稀土的来龙去脉，首先我们要理解它的2个重要称号：工业黄金、反制利器。我们可以将稀土比作一群性格相近的兄弟，都居住在元素周期表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实际上，这17个兄弟既不稀少，也不土气。它们被称为稀土的原因，是由于它们在地壳中的分布十分稀疏，很难聚集形成具有经济开采价值的矿藏。要将它们逐一分离提取，工艺流程异常复杂且困难重重。这一组魔法兄弟堪称现代社会中名副其实的隐形支柱。他们凭借微小的身躯支撑起人类庞大的工业体系，从智能手机到发动机，从半导体到新能源，从军用到民用，你能想到的所有与工业生产相关以及科技创新的各个领域，他们几乎都是必不可少的存在。而在中国人的印象里，稀土就像是自然界专门留给中国的独特宝藏。当一些国家动不动就对这对那的玩起卡脖子游戏时，一些有关它的数据换算就形成了我们熟知的反制措施。例如，一架 F-35战机大约需要200公斤稀土材料，而一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则需要4000公斤。如果中国停止供应90天，78%的美国国防承包商将会面临停产困境。但实际上，作为今日掌握了全球稀土绝对话语权的我们，也同样是全球最大的稀土进口国和需求国。简而言之，我们的珍惜与管控在多数时间里并非刻意为之，而是自身的稀土实际上也不够用。而如今作为受制约的对手，曾经有一段时间却在这个领域具备随心所欲的能力。这一切都归功于产业2个字。我们先从一组地理坐标开始说起。东经109度47分至110度04分，北纬41度39分至41度53分，南边距离包头市149公里，北边距离中蒙边境95公里，东西方向长18公里，南北方向宽约33公里，总面积达328.64平方公里。这里就是白云鄂博，蒙古语意思是富饶的圣山。1927年，地质学家丁道恒在此首次发现了铁矿。100年之后，这里成为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热点。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在这片相对高差不到200米的土地上，蕴藏着一组让全世界为之着迷的数据。此处的稀土氧化物工业储量达到4400万吨，占中国已查明储量的 83.7%， 预测储量超过 1.35 亿吨，约占全球总量的 40%。按照目前市场价格计算，其稀土资源潜在价值超过 1.4万亿元。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的稀土产量几乎为0。那时的中国百业待兴，稀土还没有工业概念。白云鄂博主要开采铁矿，珍贵的稀土随着尾矿一同流入包钢的高炉，变成了炉渣。
更让人尴尬的是，刚成立的新中国连一本关于稀土的完整教材都找不到，大学里没有开设相关课程，中科院只能将俄文资料拆分成单页，3个人共用一本词典。与此同时，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刚完成曼哈顿计划的艾姆斯实验室研发出离子交换法分离稀土金属，为现代稀土工业打下了基础。1952年，美国加州的芒廷帕斯稀土矿正式投入开采。在接下来的30年间，这里提供了全球大约70%的稀土氧化物，成为全球稀土产业的标杆和风向标。当时的中国科学家们从这里得出一个道理：没有先进的分离和精炼技术，稀土真的只是一堆废土。到了50至60年代，随着持续的勘探和确认，中国已经成为稀土资源大国。但由于分离技术落后，只能低价出口原始矿产，再以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进口高纯度稀土。因此，我们被国际社会调侃为资源大国，技术侏儒，的确非常屈辱。但我们是不服输的中国人。1957年，一位37岁的绍兴青年带领学生在北大红楼的地下室秘密搭建了一个萃取实验台。他叫徐光宪，留学美国的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在回国之前就已经成为了西格马克赛荣誉科学会的成员。而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化学方法把钚239从铀里分离出来。7年之后，罗布泊一声巨响，中国首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徐光宪却选择投身于更为冷僻的研究领域——稀土。在接下来的10多年岁月中，面对国际垄断与技术封锁的双重压力，他勇挑重担，凭借开创性的串集萃取理论，为这一复杂的化学反应过程构建了简明而精确的数学逻辑与计算框架，建立了简洁而精准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方法，以及首段、中段、尾段3出口工艺。这更是让稀土分离的纯度从 90% 提高到了 99.99% 以上，其成本仅为离子交换法的1/4。总而言之，中国稀土工业的火种被这位中国稀土之父完全点燃。而在同一时期，在海洋的另一边，习惯于处在全球贸易体系顶峰、制定规则的对手，却开始陷入了稀土的舒适区。既然有价格更低的，也有效率更高的原材料。既然稀土的开采和分离过程会产生含有有害物质，甚至是低放射性的废水和废渣，为何我们还去搞什么产业的升级和技术的创新呢？多累啊！就让中国人去做这些又苦又脏的事情吧，他们需要的是生存，而我们只管获取更高的利益。时光荏苒，1986年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中国稀土产量达到了11860吨，首次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但即便如此，稀土在当时也并非我们手中的强大武器，它更像是一把双刃剑，从不同层面持续牵动着我们的心弦。1990年至2005年期间，由于对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句话的片面理解与盲目实践，江西、内蒙古、山东等地的稀土矿区短时间内涌现出上百家县级、乡镇级甚至村级的小型工厂。中国稀土出口数量增加了近10倍，但平均价格却下跌了 60%。更严重的是，无数山体被挖成了蜂窝煤状，众多矿区尚未有机会为当地居民创造致富良机，却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噩梦。在江西赣州地区，离子型稀土矿随处可见，山丘被夷为平地，地表植被被破坏殆尽，酸雨现象屡见不鲜，就连农田也变成了污染区。因挖矿致富的豪华别墅区与因采矿污染而废弃的当地居民区比邻而居，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淳朴的民间风俗被资源背后的利益链条所控制，因利益冲突而被替代。在白云鄂博的尾矿堆积区，家畜出现脱毛和骨骼腐烂，居民癌症发病率居高不下。包头的稀土生产企业甚至将未经净化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黄河之中，污染沿着河流蔓延数百公里。本可依靠农牧业致富的百姓，如今连喝上一口洁净的水都成为难以企及的愿望。混乱的发展导致价格失衡，不良竞争屡见不鲜，走私活动猖獗，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所谓的工业黄金并未给我们带来预期的丰厚回报，反而给中国留下了一道道伤痕。那一点点消耗资源所创造的产值，远远比不上后续治理它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而在同一时期，曾经风光无限的芒廷帕斯矿被正式关停，美国的稀土产业就此落下帷幕，转而开始了从中国大量采购稀土的历程。
但令人深思的是，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们把稀土列为战略储备物资，严格限制出口。更有甚者，比如日本爱普生、美国麦格昆茨、荷兰飞利浦等稀土使用大户，都纷纷来到中国，利用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获取丰厚的收益。这个时期，我们出售的是稀土资源，获得的似乎都是经验教训，而竞争对手则悄然启动了去工业化的进程。他们仿佛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松了一口气，却根本没想到，不久的将来，他们要为这个聪明的决定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真正的转折点在2005年，在那位被誉为中国稀土之父的科学家2005年10月，徐光宪联合了13位两院院士，向国家高层提交了关于保护白云鄂博矿稀土资源避免黄河和包头遭受放射性污染的紧急呼吁。在呼吁中，徐光宪用触目惊心4个字描述了中国稀土行业的现状。关于解决方案的路径，可以总结为整合优势，实现突破。根据他们的建议，中国开始实行稀土开采总量管控机制，并实行指令计划，由多部委成立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包头、赣州，对当地的稀土企业进行了关闭、停产、合并、转型的优化和整顿。全国范围内的稀土企业从1200家砍到不到300家。2010年之后，资源和产业整合的步伐进一步提速。国家正式批准组建包钢集团公司、中国铝业公司、中国五矿集团、赣州稀土、厦门钨业和广盛集团等企业6家大型稀土企业集团。稀土矿产资源的开采、冶炼、分离产能向中央企业集中，散乱钨矿山被大规模关停。中国稀土行业的产业竞争格局终于开始形成合力。除此之外，就在这个阶段，稀土也在悄然发生着某种角色的转换。2010年9月7日，钓鱼岛附近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与中国渔船闽晋渔5179发生碰撞。3天之后，中国决定将稀土出口配额减少72%，各大稀土企业也一致谴责日方的无理行为，主动停止对日本供应。国际稀土价格立即暴涨，氧化铝从22万元飙升到157万元每吨，氧化锑从150万元猛涨到1490万元每吨。日本媒体不由得感叹，这是来自中国的稀土冲击。同一年，西方一些智库进行了一项调查，得出的结果让人震惊不已。中国制造了全球95%的稀土原材料，97%的稀土氧化物，90%的稀土金属合金，75%的铝铁硼磁体，60%的铩钴磁体。从稀土的开采分离，从开采到提纯、合金冶炼，整个产业链都集中在中国。这是全世界首次真正体会到中国不仅生产稀土，还能应用稀土。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在白宫玫瑰园罕见的指名道姓，指责中国滥用垄断地位，立誓1年内重建本土产业链。但是经过计算评估，芒廷帕斯矿场重新开工需要重新铺设电力和运输管网，重新挖掘尾矿储存坝，重新建设环保设施，预计花费8亿美元，时间至少需要5年。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回头，此时此刻终于明白之前的那个聪明的决定好像并不聪明了。从那时起，在稀土这个领域，主角只剩下一个。2016年，工信部发布稀土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首次提出中国稀土产业要从资源优势转向产业优势。2021年12月，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在江西赣州正式成立，由五矿集团牵头组建，中国铝业、赣州稀土3家中央企业联合组建，注册资本达到100亿元，全国9个省份的稀土产业实现全面整合，资源自主可控的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2024年，中国发布的稀土管理条例依法制定并组织实施稀土产业发展规划，推行绿色发展理念作为基本原则，要求稀土产业促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对于这些举措，简单来说就是全球第一的资源储备与产量仅仅是入场券，而产业链的完整衔接才是中国稀土真正需要的核心竞争力。多年努力，中国稀土产业已经具备资源储量、开采加工、分离提纯、材料制备、器件制造、回收利用6大环节全部位居全球首位，并且多数环节在全球市场占比超过70%，部分关键环节的市场份额更是超过90%。对此，国内媒体通常只用一句简洁的表述：世界级稀土产业集群，而西方媒体却从中读出了不同的含义。中国终于扣好了最后一颗纽扣。
而在更为隐蔽的军事工业领域，2023年我们的竞争对手悄悄移除了国防授权法案里有关2027年前停止使用中国稀土的规定。因为五角大楼递交的报告指出，我们找不到替代，除非愿意多付40%的成本，多等5至10年。与此同时，中国稀土却早已融入福建建的电磁弹射系统，以及氮化镓反隐形雷达、5代机甚至是6代机隐身涂层与动力系统等一系列大国重器的关键组成部分。当然，对于稀土的管理思路，我们也开始实施更细致的管理。相比于简单的禁运，我们更加关注谁用、用多少、用在哪儿的全过程追踪。对于半导体产业、国防军工、人工智能等不同领域，我们要稳妥地推进一事一议。商务部公告2025第61号公布对境外相关稀土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决定。到了今天，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地将稀土当作一个谈判工具，通过价格、通过技术、通过标准、通过时间，来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位置和发展空间。但回顾这100年历程，便会知晓它并非一个特殊的个例。它源于数千年的文明传承，它见证了100余年的艰辛与奋发图强，它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工业奇迹的缩影，它也是一代代徐光宪这样的人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身影。中国人本不吝啬，也从不愿做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但如果有人执意要用双手卡住脖子，而不是相互拥抱，那么这是你的选择，而我们还是那4个字：奉陪到底。最后，微笑非常希望你的订阅，让我们一同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